那胡医生，其实既然片子能够真实的反映我们身体状态，那我也很好奇哈，您看了非常多的片子，以这么多年来的经验来看，您觉得注意保养的人和不太注意日常生活习惯的人，他们的片子真的能看得到差异吗？会，而且会非常明显。影像呢，并不是只反映某一个部位，它其实往往能反映一个人长期的一个生活状态。比如说，长期活动少的人，他的肌肉状态就会比较差一些；饮食结构不合理的人呢，身体负担也会比较重。还有长期情绪紧张或者是睡眠不好的人，他的身体整体的状态也会受到影响。其实这些变化不是1天2天形成的，而是多年来积累的结果。说到这儿，其实我还挺好奇的，我问一下孙医生啊，孙医生，您每天要面对很多的病人来做检查，您从技师的这个角度上帮我们分析一下，比如说您在做检查的时候，能不能够通过一些细节，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是好还是不好？这点确实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配合检查的时候就比较吃力，我们做一些基础的体位，其实他都很难保持住。我觉得这和长期缺乏运动还是有相关性的。那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他身体的紧张程度本身就很高，一进我们的诊室就开始屏气，那么这种就给检查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这些都是和他的日常生活有关的，而且是一个他日常状态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明白了。其实从做检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了，做完检查之后的这个结果也真实的反映出来了每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拍片子它不是健康的终点，而是一个了解我们身体的工具。真正的决定身体状态的，其实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访谈的第一部分结束之前呢，我也想帮大家简单的总结几句话，希望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记住。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影像检查在规范范围内它是安全的，不需要您过度恐惧。第二点呢，就是检查结果是提醒而不是判决。第三点呢，是很多的影像上的问题啊，它来源于长期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次的单一的检查。那我们的第四点呢，是越早的了解身体，越早的来调整我们的生活状态，也就越不容易反复的折腾。所以如果您听到这儿了，心里呢比刚进直播间的时候更加踏实了一点，或者您觉得这些内容我们的亲朋好友们也应该听一听，也记得帮我们点个赞，帮我们点一下关注。我们做的这个科学的健康科普呢，也是希望把这些专业的事情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的、用得上的方式来讲出来。好的，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呢，我们会聊一聊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拍片子之前、之后，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应该怎么吃、怎么动、怎么养，才能够真的让身体的状态越来越稳。那这一段呢，也非常适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请您一定不要走开。刚刚呢，我们已经把一件事情慢慢的说清楚了，那就是拍片子这件事儿啊，它本身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可怕。真正让很多中老年朋友紧张的，其实不是检查，而是那种不确定感。如果呢，因为不知道身体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心里就悬着啊，这种情绪其实是不必要的。而影像检查的意义，恰恰就是把这种不确定变成一个相对清晰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会仅仅停留在看清楚这一层，这样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去深聊，来讲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看清楚了之后呢，我们的日子到底应该怎么过，身体才能够慢慢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我想呢，先从一个非常现实的现象说起啊。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呢，在拍完了片子之后拿到报告，就会进入到两种极端当中了。有一种呢是非常的紧张，反复的去琢磨啊，我们报告上的每一个字儿，越看越担心啊，都是一些专业词汇，太紧张了。而另一种呢是另一个极端，完全不当回事儿，觉得只要不是什么大问题啊，我都不需要去关注，我就继续我原来的生活方式，一点都不进行调整。那这两种啊，其实都不是最理想的状态。我们真正对于身体友好的，其实是第三种方式，也就是我们把检查的结果来当成一个参考的信号，把它回溯到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去调整。
所以呢，在这一部分我们要着重来聊4点。第一点就是吃怎么吃，身体才不容易累。那第2点呢，就是动怎么动，身体才能够不容易退。第3点呢是作息如何安排，身体才有恢复的时间。第4点是我们的心态问题啊，心态怎么放，身体才不会被情绪长期消耗。我们会把这些内容一点一点掰开了揉碎了，用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来讲解。好的，首先呢，我们就从吃聊起啊，因为吃是每个人都在发生的事情啊，民以食为天。那吃对于身体的影响也是最深远、最缓慢的一件事儿。我们先请教一下胡医生啊，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从影像的角度上，我们来聊一聊饮食结构，它到底会不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留下痕迹？对，会的，而且是非常明显的。很多人都以为吃只是体重的一个变化，其实不只是这样。从影像上来看，一个人的饮食结构，它其实会影响到身体的一个整个的状态。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脂肪分布、肌肉状态和内脏负担等等。长期饮食不平衡，身体其实会慢慢适应这种状态，但这种适应并不代表是健康的。影像上看到的很多变化，都是多年来饮食习惯积累的一个结果。那听医生这么讲哈，其实我有一种这个片子其实我们也能读懂吃了什么这样一种感受啊。很多人呢以为吃只是关系到我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的问题，其实远远不止如此啊。饮食结构一旦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像刚刚胡医生介绍到了，我们的脂肪到底长在哪儿了啊？我的肌肉状态到底如何？我们的内脏负担其实都会与之发生变化。那这些呢也都会反映在我们的影像的这个资料上，看得清清楚楚哈。而且呢，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身体其实会怎么样？会适应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但是这种适应呢，它不能够和健康划等号。对，那很多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长年累月一点一点自己给吃出来的。